为什么清朝与新中国只隔了38年，却感觉相隔甚远呢？清朝1911年灭亡，新中国1949年成立。从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，虽然只隔了38年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，他们好像相隔了几个世纪。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，仅仅在这短短的38年当中，中国就跨越了3个历史时期，分别是封建社会，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再到社会主义社会。这个时期社会性质不同，社会制度不同，社会的文化观念也不相同。这38年真可谓是翻天覆地的38年呢。清朝灭亡到我们新中国成立，经历了3000年之未有的大变局。回望这38年的历程，分了5个阶段。第一，走向共和，那就是清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，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。几年之后，袁世凯又推翻共和，复辟帝制，孙中山先生进行2次革命。第2个阶段，军阀内乱，袁世凯恢复共和之后，郁郁而终，北洋军阀出现内乱，形成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混乱景象。这期间，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，孙中山先生进行2党合作。第3个阶段，军阀混战，孙中山先生去世后，蒋介石进行北伐，与各路军阀进行混战，而且制造了4·12政变，屠杀了共产党与革命群众，从而就破坏了第1次国共合作。共产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之下，进行了伟大的长征，并在延安建立根据地。第4阶段，抗日战争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9·18事变，加速了侵略中国的脚步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制造西安事变，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2次合作，共同抗日，直到日本战败投降。第5阶段就是解放战争了。日本宣布投降的第13天，国共进行了重庆谈判，但1年之后，内战全面爆发。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带领之下，赢得内战，解放全中国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。如果把这38年写成小说的话，其精彩程度不亚于《三国演义》。这38年里经历了3个时代，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变化太大。这38年使中国涅槃重生，清朝也就恍如隔世了。新中国建立前，38年的清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，是一块等着被全世界列强瓜分的肥肉。曾既否鸦片战争的硝烟未尽，就点起了圆明园的烈火，甲午海战的伤痕未愈，八国联军就来瓜分中国。那时的中国啊，百病缠身，奄奄一息，在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当中苟延残喘。但也正是这段苦难，让整个民族觉醒，也正是这段苦难，让中国重生。经历了38年在黑暗中的苦苦寻找，中国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。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又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，中国人民那是劫后余生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，改天换地的感觉，当然有恍如隔世的感受。看看之后的新中国吧，仅仅成立1年时间，就在朝鲜战争中，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，为国家的发展打出了70年的和平。如今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，中国的变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的。我们国家实力大幅提高，在世界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